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视频，我是公子沈。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到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演讲在现场他的演讲被中断，哈佛学生站起来抗议他谎话连篇，结果呢被当场给架出去了。保安维持演讲秩序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其中一个男生站起来把这个女孩，一个台湾女孩架出去，被我们上期节目曝光，他并不是保安，而是中国学联，一个受中领馆指使的中国留学生统战组织的主席，叫邹宏基。我们上期节目讲了他的背景来自于北京，自称要促进世界公民教育，但是中国人连最基本的公民权利都没有，他却视而不见，还在支持一个打压多元文化、剥夺公民权利的专制独裁政府。可见他们说一套做一套，他们心里想着只不过是自己的个人私利而已。而相反，那个被架出的女孩却诠释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公民意识、公民觉醒。我看到有些台湾媒体也引述了我的说法，感谢大家把这些事情曝光出来，让这个小粉红颜面扫地，也让美国政府好好审视一下在海外的这些中国学生的统战渗透组织，以及他们跟中领馆的关系。一个自由民主社会却允许一个宣扬压制自由民主的独裁专制政府公开造谣说谎，这是西方社会应该反思的地方，也是哈佛大学应该反思的地方。特别是肯尼迪学院为了独裁者的那点经费，玷污了哈佛大学的招牌。这么做给中国官员一个讲话的平台，是在充当中国统战大外宣的工具。那你有什么资格说自己支持自由民主，反对独裁专制呢？所以那个台湾女生还有另外那2位来自于藏人的学生组织，把这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的脸皮都撕下来了。那既然不说邹宏基那个中国粉红，那我们就说说那个被他嫁出去的台湾女生。现在有报道说，这个女生原来她背景不一般，她在被嫁出演讲会场之后，她还录了一段影片，我们先来一起看一看。 We just got kicked out of our own university. Right now, Xie Feng, the Chinese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is inside giving a propaganda speech. We Harvard students went in to tell him that we will not give him this undeserved platform. Xie Feng is spinning bloody lies touting the good China story. Well, this is the real China story. China lies, people die. China lies. 我没有想到 China lies, people die 怎么来翻译，大家如果有好的翻译方式，可以在下面留言，最好还能够押韵。那这位女生她为什么身份不一般呢？这个女孩的中文名字叫吴廷桦，她是台湾228的烈士施江南的曾孙女。在台湾还有一个施江南的纪念碑。施江南是谁？他是一位台湾本土精英，学医出身，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在维基百科上显示，他是全台湾第3位医学博士。在1931年，他留学归国，在台湾任教。他在1940年就当选日治时代的台北州议员，战后还担任台北市医师工会副会长、台湾省科学振兴会主席，并且组成海外同胞救济会，希望政府能够协助因战争流落海外的台湾人返乡，其中就包括在日治时期被征兵的那些台湾青年。在1947年228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他作为在台湾有民间声望的本土精英，加入了228事件的调查委员会，调查国民党当局对民众的屠杀罪行。结果在3月11号，他在他所任职的四方医院被国民党军方带走，然后被秘密杀害。施江南的5个女儿全部都是学医的，其中4位毕业于台大医学系，而他这位曾孙女吴廷桦就是在夏威夷出生长大。吴廷桦在了解了自己曾祖父的经历之后，他还专门去研究自己的家族历史，从高一开始遍访自己家族内的长辈，用英文出版了一部著作，就是《施江南传》。网络上有报道这么说，吴廷桦是228受难者的第4代，高中时期就搜集口访家族资料，并进一步出版，有些珍贵史料家属才可得，弥补了重要的遗缺。在施江南位于彰化老家的228纪念碑上有这么一段话：公元1947年的228事件是台湾史上的最大悲剧，虽时隔60年，其遗留的哀痕仍深刻在台湾人民心中。2次大战日本战败，台湾庆幸脱离了殖民地，孰料中国派来的陈仪官兵贪污腐败，徇私图利，物价飞涨，
台湾原有的法治秩序荡然无存，民生艰苦，怨声载天。后来讲到当年2月27号，公卖局的查缉员在台北打伤女商贩，成为了人们反抗独裁政府的导火索，民情蔓延全岛。陈仪详作妥协，但暗中请南京政府调兵国军21师。3月8日登陆基隆港，展开全岛清乡屠杀，无辜死伤者数以万计，史称228事件。自此，恐怖统治的阴霾笼罩全岛。施江南博士既是遭到国府军兵逮捕、未经审判冤枉被害的台湾精英之一。我们家属历经辛酸岁月，悲情难以数尽。今天台湾能进入民主社会，是因全台上下能抛弃过去的错误，追求民主法治的结果。望台湾的青年能秉承先父热爱台湾、服务民众的精神，继续为建立和平、公义、法治、宝岛台湾而努力。这是施江南博士的二女儿写的纪念文。国民党政府忌惮本土精英，害怕他们动摇国民党对台湾的殖民统治，所以他们屠杀都是在台湾有名望的、深受邻里爱戴的那些台湾的医生、律师、公务人员等等等等。在228事件当中遇害的医师不止施江南一个人啊，我们看有这个纪念文章当中提到，还有基隆的郭守义、宜兰的郭章元、花莲的名医张七郎父子3人，新竹的李克成、台中的巫永昌、台湾的庄孟侯、高雄的彭清靠、屏东的洪约白、竹山的王美木、斗六的陈窜地、嘉义的潘木之、卢炳清等等等等，年龄都在33岁至59岁之间，正值青壮年时期，尤其在战前战后都积极的热心的地方公益事业，积极为民服务。没想到会在一场历史悲剧中留下台湾医界一页辛酸的血泪史。228事件在台湾医界产生了寒蝉效应，大部分的医师不是不再关心公共事务，就是绝口不提政治，其他有志之士则强忍着痛苦，沉默地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或站在远远的地方与现实隔绝。医界的沉默持续既达半世纪之久，足见228事件及其后续的恐怖统治对台湾医界造成的影响之巨。而这不就是国民党政府屠杀这些台湾精英的目的所在吗？施江南博士如果看到他的曾孙女吴廷化的表现，一定非常欣慰。可以说这位哈佛女生真的做到了光宗耀祖。从她的 ins 上也可以看得出她是一个阳光开朗的女孩，而且很明显她考上哈佛，学术优异，在高中时期就撰写书籍，记录家族经历，还原历史真相。说她光宗耀祖可一点都没有夸大的成分。她最后还在自己的 ins 上发了一个公告，说在这起事件当中没有人被逮捕，也没有人被开除，感谢所有人的关心。看到台湾能够有这么优秀的女生敢于站出来反对一个强大的专制势力，真的感到非常的羡慕。再看我们北京出来的居然是这种言行不一的虚伪的小粉红啊，真的相形见绌，感到丢人现眼。好，这期节目我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还有就是加入会员，可以收看会员专属的影片。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You come to paint the illusion of a prosperous China, but your hands are painted with blood. You robbed the Hong Kongers of their most fundamental freedoms and devastated their democracy. Now, in my country, Taiwan, you sought to do the same. China, people die! 80% of Tibetan children are forced into colonial boarding schools that are aimed to destroy Tibetan people's existence. Shame on Xianfeng! Shame on Xianfeng! 2 million Uyghurs are locked in concentration camps. They are subject to rape, torture,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sterilization. Shame on Xianfeng! Free Tibet! Free Tibet! Free Tibet! Free Turkestan! You have blood on your hands! You have blood on your hands! Guilty of genocid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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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hame on Xianfeng! Shame on Xianfeng! 新式当年的第一部书，它有传。 Free Tibet! Free Tibet! How can you be here wh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in direct contravention of every human rights law in the world? You are a representative of a government that advocates for genocide.
the genocide of the Tibetan people, of the Uyghur people, the occupation of Hong Kong, you are a travesty. You do not deserve to be here. This is a free country. You do not protect national oppression on this country, in this continent. You are ashamed of institutions. Let me just remind everyone that the reason we have this forum is to encourage discussion, fruitful discussion, where people can actually exchange ideas.